Okay, let's go to that Solomon's Customs Office. 我是大钱，我现在是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工作。Why tomorrow? My boss will kill me if tomorrow. 通关。这家医院呢是叫做 Addis Ababa Silk Road General Hospital。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给我们新建的综合性医院跑一些手续，和一些政府部门联系，然后清一些海关，处理一些文件。设备是90%多就已经进过来了，工程进度也是90%多也要完成了。它建完以后，不出意外的话，2、3年之内是埃塞最大的医院。我是14年毕业的时候，14年毕业大概是10月18号来的埃塞，正好看到了一个招聘启事，说要不要来这边试一下。然后年少气盛，就是我要离家远一点，我要离家再远一点，然后我就到埃塞俄比亚来了。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东部，是非洲人口第2大国，也是非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，因此吸引了有20多万来自中国的淘金者。一般是6点15分起床，然后上班大概是8点10分左右到办公室，然后开始处理一些当天国内给我发的文件。距离新医院正式开业只有10天了，但是医疗器材还没有全部到位。大钱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器材能顺利通过海关。这2个月吧，我数了一下，清了大概有21批左右吧，还有6批。正常的话，文件准备好了，10天之内是可以运到医院的。但是这边当地的海关会，我系统坏了，我今天节日放假了，我明天开会了，或者我妈妈死了，可能会需要10天到20天，多的时候会需要1个月。埃塞就是你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事故，就是各种就出现了。处理完文件，然后要去跑不一样的政府部门以及清关办公室。Okay. We can go to EIC. Okay. Yeah, exactly. Investment office. 我来这边的第一个感触就是那个埃塞这边是相当于中国80年代的样子。虽然我是90后，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老的那种纪录片里面看到的样子，不发达，一点也不发达。来到这里之后就更深有体会。埃塞正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，还有70%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生产，确实让人想起20-30年前的中国。埃塞俄比亚投资局是大钱经常需要去的地方之一。埃塞的医疗器械几乎全部依赖进口，政府给予免关税的福利。大钱在这里申请好免税信之后，去清关中介公司。I need to look for customer's agent. 这个是 New Stadium， 然后这个是中国人建的，因为埃塞这边人喜欢足球嘛，所以这边是给足球场设计的。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。我接个电话。Yes, Hanok. Yes, yes. Wait, tomorrow when? Tomorrow morning time must finish. 在去清关中介的路上，大钱接到他们的电话。原本预计今晚可以过关的一批货物，被海关推迟到了明天早上。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。外国人在这边他是没有那个资质开那个清关公司的，算是一种保护主义吧，只有当地人他才有资质，然后需要跟他们协调好，然后让他们给海关去送文件。Quickly make appointment. Make sure the appointment's already made for tomorrow morning. Tomorrow morning 10, right? And Yeah, then 9. 9 o'clock. 哎，王总，
那个医疗器械包是这样的，因为它是从巴基斯坦过来的，所以它没有在那个 airport cargo。埃塞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开放，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。但是到了今天，像物流、通信、银行等基础行业还是由政府控制的，让大钱这样的海外企业员工很是头疼。最困难的点就是跟政府部门打交道。本来是下午1点半政府要开门办公的，一个个不是去喝咖啡了，就是去喝茶了，或者人不见了，而且他们这个是不扣工资的，是非常合法的，太过分了我。我的钱，我挣的钱，我一般是吃东西吃的比较凶狠一点，大概花掉月收入的30%左右，保守估计。中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一般是去中国餐厅。这边中国菜它是比较贵的，不是他们要拍一个纪录片，然后正好要拍我。中国人在非洲在这奋斗的。飞漂，飞啥玩意儿飘呢？是我们的呀。啊，点了个毛血旺，能吃能吃，开吃开吃。来，羊排，你看。祝小钱早日康复啊！我挺好的喂。关工资都不是这些。我在这边开药厂。他们家做内裤的，他们家做手机的，做灯的。他什么都做。这家餐厅是比较大份儿的，分量比较足。我们快吃啊！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可以。哎，别，我投资局还有事儿在等我，我还有3个文件没做。No, inside 在 eating， 这我要买单。公司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是客厅，这边也有厨房，所以现在我住的是这个房间，有点乱，跟狗窝似的。平时回到家的话，一般如果不累的话，那就看会儿书，做会儿作业，算是。这个是走遍西班牙，因为我现在正在自学一些西班牙语。我是想着到时候想去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工作一下，最好当然是西班牙，因为他们那边有海鲜饭吃。如果累的话，我就躺一会儿，然后或者实在不行的话，再去吃点东西。我大概每个月现在能存3、4千左右吧。我知道这是最少的，他们人家每个月都能存1万。我有发誓，我每个月要存这个钱，但是总是有人在你存钱的时候做出了各种牵绊你存钱的事情。比如说那边也新出了一款好吃的，或者那边你要出去玩了，这个钱又花掉了，或者那边谁又跟你借个钱，那个钱又没有了。因为这边不能刷卡啊。350是吗？啊，我朋友都挺好的，他们完全能够理解我。虽然大部分人也劝着我回去，家人的话可能不是太理解，他们就是希望你回国，安安心心的待在附近。14年毕业，大概是10月18号来的埃塞，因为之后1个月我就出车祸了，记忆太深刻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还没工作几天，我就不行了。车质量不是太好，司机开的也有点快，那边的路况也不太好，所以就那个什么了。据我以前的同事所说，我在 ICU 待了7天，当然我是一点没有感觉，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普通病房了嘛。前几天大钱因为工作劳累过度，连着掉了3天水，现在来医院抽血复查。别看大钱刚把车祸讲得云淡风轻，他是连打针都害怕的人。这些都正常了，就红细胞稍微偏高一点点，不过这是很正常的，在高原地区。每个人成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像我每天不用每天，有一段时间能吃上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很幸福了，并且不要生病，不要生病，这就是一个很成功了。家人也少生病，这已经很成功了。
谢谢你们一直看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一次去埃塞俄比亚是我旁边这2位担当的摄影，对我们3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，还是挺激动的。非洲有很多在那一边打拼的中国人，之前会觉得都是去建铁路，对之类的，造路造桥，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国企过去的，但是其实有很多自发性真的就把自己的产业转移到那边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